在风景如画的小镇里，范泽人与他的家人过着平凡且温馨的生活。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从小就帮忙母亲顾摊子卖作物，也会帮忙父亲下田耕种。他喜欢与往来的行人交流，对于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，对于商业也有着敏锐的嗅觉。范泽人思绪灵活聪明，他善于与人打交道，深受小镇居民的喜爱。从小的神奇事迹让他成为了小镇上的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。那年他年仅10岁，但拥有着超越同龄人的聪明才智和惊人的创造力。过去几天，村中突降大雨，连日的暴雨让水井的水变得浑浊，已无法直接饮用。众人焦急不已，丝毫找不到解决办法。村民们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急得焦头烂额。许多打水的村民都围观在水井旁，七嘴八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正在散步玩耍的范泽人刚好路过水井旁，听到吵闹声后，在水井附近停下脚步。这是怎么了？他停下脚步后，不慌不忙地询问。哎呀，这水井水变得又浊又脏，已经无法饮用了，就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吗？一位村民焦急地询问道。如果没办法打水该怎么办？大家不都得渴死了？村妇担心地说。还是要去隔壁村看看。村民提出建议。范泽人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了一番，他沉思片刻，然后露出了一个豁然开朗的笑容。范泽人抬起头，微微一笑，向大家道：“大家不要担心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不如试试看如何？”范泽人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兴趣，他们好奇地望着范泽人，期待着他的解决方案。你这小娃娃有什么办法？村妇脸上充满怀疑。我们可以利用大石头、小碎石、沙粒、沙子，还有有洞的水桶和纱布层层分离来净化水井水。范泽人说道。众人听了范泽人的解决方案，都感到十分惊讶，纷纷表示疑惑和不解。无视这些质疑的声音，范泽人带领其中肯帮忙的村民们开始行动起来。他们先找来一个底部挖了个小洞的水桶，铺上纱布之后，依照沙子、沙粒、小碎石、大石头这样的顺序填满水桶，然后舀出井中污浊的水。经过层层的过炉后，前进的水就从水桶流了出来。大家忙住用没有洞的水桶接水。范泽人用他的智慧和创造力，将这些看似普通的材料组合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巧妙的过炉系统。哎呀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！村民们感叹道。没想到你这小娃娃还真是厉害。村妇也一改之前怀疑的态度，称赞起范泽人。众人看住眼前清澈的水，不禁感慨万分。他们纷纷对范泽人表示感谢和敬佩，认为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。范泽人却谦虚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这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建议，能够帮到大家，我很开心。”从那天起，范泽人被村民誉为范神童，他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被大家知道。除了这些事迹外，范泽人从小就对书籍和知识充满了好奇，总是钻研这各种古籍典籍，尤其对政治和历史感兴趣。当范泽人不忙于帮助邻居、修理农具或解决问题时，他喜欢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凳上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拿着一本厚厚的书籍仔细地阅读。尽管年纪尚轻，但他的眼神里却透露着一股成熟和内敛。一天，一位读书人路过范泽人家门前，注意到了他手中的书。这位读书人姓陈，是镇里的一名老师，对于范泽人的学习情况很感兴趣。小朋友，这是什么书啊？陈老师好奇地问道，走到范泽人旁边坐下。范泽人抬起头，微笑着回答道：“这是一本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书籍，我对政治很感兴趣。”陈老师惊讶地看住范泽人，心里暗自赞叹，这个小孩果然与众不同。他们展开了一番关于政治、历史的讨论。范泽人展现出了自己卓越的见识和理解能力，让陈老师深感意外和惊讶。小朋友，你对于政治和历史的了解真是令人佩服。陈老师赞叹道。以后你也可以进私塾或书院念书，然后考试当官，为国家做出一番作为。范泽人听了陈老师的话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无限的期待和挑战。或许他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。有了陈老师的鼓励，除了帮家里做买卖，其余的空闲时间，范泽人最喜爱走进镇上的小书坊。每一次走进书房，他都能感觉到一股熟悉的舒适感涌上心头。书坊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，古籍典籍、历史书籍、诗词歌赋，应有尽有。一阵阵书香扑鼻而来，使得他心情愉悦。书坊里坐着一个老店主，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很有年纪的老者，但眼神却炯炯有神，透露出一股独特的精气神。范泽人走到店主面前，微笑着拱手道：“
老先生，我又来了。店主看住范泽仁，微微一笑，点点头。哦，是你，那个总是来看书的聪明小子。你今天又来找些什么书呢？范泽仁笑着回答：我最近对历史和政治方面的书籍比较感兴趣，您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店主想了想，拿起一本厚厚的书籍递给了范泽仁。这本《战国策》是我最近收到的新书，里面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历史事件和谋略，对于政治方面的知识有很大帮助。范泽仁接过书，翻阅着书籍的封面和内容介绍，心中颇有兴趣。他开口问道：老先生，您觉得一个人如果想从政，应该从何处入手呢？店主微笑着，眼神中充满了一丝激励。想要从政，首先要有一颗为民谋福的心，对于国家和百姓有深切的关怀。其次，要不断学习，提升自己的政治和行政能力。最后，要勇于奋斗，不怕困难和挑战。范泽仁听了店主的话，心中点点头，下定了决心。谢谢老先生的建议，我会努力去做的。于是，在书坊里，范泽仁不断地阅读各种政治和历史书籍，不断吸收知识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同时，他也积极参与村里的一些公益活动，帮助村民解决各种实际问题，为村里的发展出了许多力。范泽仁的聪明和努力很快就引起了村里人的注意，他常常帮助邻居解决各种难题，也因此受到了村民的尊敬和喜爱。然而，在这样的小镇环境中，范泽仁的雄心壮志却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。他心中一直有着一个大志向，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不满足于小镇的平凡生活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小镇，进入更广阔的世界，成就一番大事业。他知道，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必须离开这个小镇，前往更大的舞台。3年后，13岁的范泽仁站在家门前，望住眼前熟悉的田野和家宅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他知道，这是他告别乡村，踏上新征程的时刻。他的父母和亲人们已经聚集在他身旁，依依不舍，却依然给予他祝福。泽仁啊，你这次去县城，可得小心啊！范泽仁的父亲范明担忧地说道。他是一位勤劳的农夫，一双粗糙的手掌见证了他对家庭的辛勤付出。范泽仁微微一笑，握紧了父亲的手，说道：父亲，母亲，我会小心的。我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和危险，但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我一定会努力学习，为家人争光。他的母亲黄秀荣抹着眼泪，温柔地拉着范泽仁的手。泽仁啊，母亲知道你有一颗勇敢的心，但也不要太过勉强自己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记得保重身体，累了就回家，我们一定在这里等你。范泽仁心中充满了温暖，他深深地看住自己的父母，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爱意和支持。他明白，无论在哪里，他的家人都会是他坚强的后盾。泽仁啊，你去县城后，一定要记得给我们写信回来啊！范泽仁的兄长范立人挑着眉毛笑道。两人一起成长，虽吵吵闹闹，但兄弟情谊深厚。范泽仁哈哈大笑，拍了拍范立人的肩膀。当然，兄弟，等我的好消息。范泽仁的姐姐范婉人温柔地拍拍他的肩膀。泽仁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让我们担心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能够做出一番成就来。范泽仁点头微笑，感受到了家人满满的关爱和期待，他心中充满了决心和勇气。他知道，即将面对的挑战也许艰巨，但他已经准备好了。他要告别乡村，踏上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征途，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。范泽仁离开了乡村，踏上了通往县城的旅途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挑战，但也充满了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坚定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